他的才华与功业足以让他跻身中国古代最顶尖的政治家行列，可他的抉择与结局又将才高德薄的代价推演到了极致。当我们翻开华夏文明3000年的时光长卷，秦朝那抹浓烈的色彩始终夺目，而在这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的帝国史诗里，李斯的身影从未缺席。他是秦始皇身边最核心的帝国总设计师，可也是他在权力的暗夜里亲手点燃毁灭的导火索。为保住毕生攀爬得来的权位，他背弃君臣道义，与赵高合谋篡改遗诏，赐死仁厚的扶苏与忠勇的蒙恬，将帝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从楚国上蔡的市井小吏，到西行入秦步步登顶秦帝国权力之巅，李斯的人生本是一部草根逆袭的传奇。可最终，他却在咸阳的刑场上告别自己亲手构建的一切。这个集帝国建造者与王朝掘墓人于一身的灵魂，终究让历史在惊叹其旷世之才时，也忍不住为他因权欲迷失的选择扼腕叹息。李斯，楚国上蔡人，其生年已不可详考，大约在公元前280年左右。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战国末期那个风云激荡、弱肉强食的大背景下度过的。早年，他只在故乡担任着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吏，负责一些文书管理工作，身处基层，默默无闻。然而，就是在这平淡甚至有些庸碌的日常生活中，一次极其普通的观察，却深刻地塑造了他未来的人生哲学。据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记载，他注意到官衙厕所里的老鼠以污秽为食，每当有人或狗接近，便惊恐万状，仓皇逃窜。而后来他又看到了粮仓中的老鼠吃着堆积如山的粟米，安居于宽敞的廊檐之下，无忧无虑，从容不迫。两相对比，李斯发出了那句影响了他一世的感慨：人之贤不肖，譬如鼠蚁，在所自处耳。一个人有没有出息，能否成为贤者或不肖之徒，就像这老鼠一样，完全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、地位和平台。这套被后世称为仓鼠哲学的现实主义价值观，成为了李斯一切行动的根本内驱力。他决意要摆脱厕鼠的卑微境地，去寻找并能动地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仓鼠乐园。为了获得寻找粮仓的资本，李斯毅然辞去小吏之职，前往齐国兰陵，拜在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荀子门下。荀子虽成儒家学说，但其性恶论和注重后天学习，强调法治与理智结合的思想，已与法家颇有相通之处，其所受之学亦被称为帝王之术。李斯在此不仅学得了治国理政的权谋与策略，更在时代浪潮中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方向。当时正值战国末年，礼崩乐坏，列国争于气力的大争之势，旧的贵族秩序逐渐瓦解，不宜倾向通过游说人主、贡献才智而一步登天的故事屡见不鲜。苏秦、张仪、范雎、蔡泽等前辈的身影，无疑为李斯照亮了一条通往权力顶峰的捷径。与许多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主义的儒者不同，也与为故国宗族奋战的忠臣不同，李斯的价值观显得格外纯粹和冷酷。他的老师荀子虽言性恶，但仍强调化性其伪与理智教化，而李斯则完全摒弃了道德的外衣，将性恶论推及至政治实践，坚信唯有利益与威慑才能驱动人心，掌控天下。这种将个人才学彻底工具化，将人生视为一场精密投资的心态，使他成为了法家实用主义最彻底的践行者。他的目标不是效忠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君王，而是寻找一个
最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。学成之后，李斯纵观天下大势，审夺各国君王，认为楚王不足视，六国皆衰弱，唯有西方的秦国历经变法，国势日隆，怀有吞并四海之志，正是他施展抱负，成就功名的绝佳舞台。于是在公元前247年左右，李斯西行入秦，奔向那个能让他成为苍中属的强国。初到秦国，正值秦庄襄王薨逝，年仅13岁的嬴政继位，朝政大权掌握在相国文信侯吕不韦手中。李斯审时度势，先投奔到吕不韦门下，成为其3000门客之一。凭借其才学与机敏，他很快得到吕不韦的赏识，被任命为郎官，从而获得了向年轻秦王进言的机会。李斯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，他向秦王嬴政深刻分析了当时天下诸侯服秦、譬若郡县的大好形势，指出现在正是扫平六国、成就帝业的万世之一时。他提出了因遣谋士击斥金玉宝玉游说诸侯，离间其君臣，对不为秦用者则利剑杀之，继之以良将兵锋的远交近攻，各个击破的战略。这套策略深契年轻秦王之心，李斯因此被擢升为长史，其后更拜为客卿，开始深度参与秦国的统一大计，真正进入了秦国的权力核心。也正是在此期间，一位故人的到来却触动了李斯内心最深处的警惕与嫉妒。他的同门师弟韩国公子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了秦国。当年在兰陵一同师从荀子时，李斯便深知韩非思想之深邃，文章之锋锐，更在自己之上。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《孤愤》《五度》等宏文后，曾惊叹不已，甚至不惜发兵攻韩以求此人。如今韩非到来，秦王大喜过望，与之相谈，颇有重用之意。此举让李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他深知以韩非的经世之才，一旦获得秦王的完全信任，必将使自己的光芒黯然失色，他苦心经营才获得的尊崇地位也将岌岌可危。于是往日的同窗情谊在权力天平上顿时变得轻如鸿毛。李斯当机立断，与大臣姚贾结成同盟，在秦王面前进谗言道，韩非是韩国的公子，如今大王志在吞并诸侯，韩非终究会为韩国着想，而不是为秦国效力，这是人之常情。若是大王不能重用他，长久滞留后再放他回国，这无异于给自己留下祸患，不如借法律之名将他处死。他们刻意抓住韩非的韩国宗室身份，大做文章，质疑他对秦国的忠诚，建议秦王以触犯秦律为名将其铲除。秦王虽爱其才，但一统天下的野心终究压过了爱才之心，于是将韩非下狱治罪。李斯担心秦王后悔，更怕韩非有朝一日重获信任，于是派人给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，逼其自尽。韩非欲向秦王自陈冤情，却被李斯阻隔，最终只得含恨服毒。待秦王果然后悔，下令赦免时，韩非早已身亡。李斯与韩非的悲剧，远不只是同门相残的轶事，更是法家思想内部一场令人扼腕的自我割裂。韩非集法术是思想之大成，其理论之深刻，文章之锐利，为秦国提供了一整套帝制理论的蓝图。李斯作为执行者，其后的诸多政策，如郡县制、法术御下、文化专制等，无不闪烁着韩非思想的影子。某种意义上，李斯是韩非理论最卓越的实践者。然而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韩非思想中对于人主之患在于信任的极端警惕，
对于臣子之间朋党比周以弊主的深刻剖析，恰恰为李斯、赵高这样的大臣提供了操纵权力的术与势，最终也成为了逼死他自己的工具。李斯害死韩非，表面上清除了一个政敌，实质上却割裂了法家思想中理论构建与政治实践的联系。他得到了独享秦王信任的权位，却也失去了一个能在思想层面上与之砥砺、纠正政策偏颇的政友。从此，李斯在权力道路上狂奔时，身边再无一面能照见其理论缺陷与道德危机的思想之镜，这为他日后在沙丘之变中做出彻底功利化的抉择埋下了伏笔。韩非之死虽让李斯扫清了仕途障碍，却也让他在权力漩涡中更显冷酷，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很快将他自己推向了被驱逐的边缘。公元前237年，韩国派水工郑国入秦，劝说秦国修建大型灌溉水渠，即后来的郑国渠，意图以此浩大工程消耗秦国国力，延缓其东进伐韩的步伐。这就是所谓的郑国渠间谍案。阴谋败露后，秦国的宗室大臣们情绪激烈，他们趁机向秦王进言，认为所有来自山东6国的客卿都不可信，应全部驱逐出境，并提出请一切逐客。这道逐客令一下，李斯自然也在被逐之列。苦心经营的地位和梦想即将化为泡影，李斯在被迫离开的途中愤然上书秦王。这就是千古名篇《谏逐客书》。在这封奏书中，李斯没有拘泥于为自己一人辩护，而是站在秦国根本利益的高度，以恢宏的视野和雄辩的逻辑，隶属由于百里奚、商鞅、张仪、范雎等外来客卿对秦国富国强兵、开疆拓土所立下的不朽功勋。他尖锐地指出，这种不分青红皂白，不是秦国人就赶走，是客卿就驱逐的做法，简直就是把武器借给敌人，把粮食送给盗匪，是损害自己而帮助敌人的愚蠢行为。他进一步升华论点，指出泰山不惧细壤，故能成其高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。王者只有不却众数，才能显其德也。最终，他掷地有声地警告道：物品不出产于秦国，却值得珍爱的有很多；世人不出生于秦国，却愿意效忠秦国的也不少。如今驱逐客卿去资助敌国，减少本国人口而增加仇敌的力量，对内使自己陷入虚弱，对外又与各诸侯国结怨，这样还想求得国家没有危险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这篇情理交融、气势磅礴的谏书深深打动了雄才大略的嬴政。秦王立刻收回成命，废除逐客令，并将李斯召回，恢复其官职。经此一役，李斯在秦王心中的地位不降反升，其政治智慧得到了极致的展现，从此更受倚重，官至廷尉，成为秦王推行统一战略的核心智囊。在接下来的10余年里，李斯积极参与并策划了秦灭6国的战争。公元前230年灭韩，前225年灭魏，前223年灭楚，前222年灭燕、赵，前221年灭齐。至此，秦王政扫平陆河，一统天下，自称始皇帝。李斯作为这一旷世伟业的主要功臣，被任命为帝国最高行政长官，丞相。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，如何治理成为首要难题。丞相王绾等人建议效仿周朝，分封皇子到燕、齐、楚等边远地区为王，以镇守四方。然而李斯力排众议，他深刻总结了周朝分封导致诸侯混战、天子衰微的历史教训，坚决反对分封制。他提出，
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，然后属疏远，相公积如仇仇，诸侯更相诛伐，周天子弗能禁止。如今海内一统，皆为郡县，对于皇子和功臣，用国家的赋税重重赏赐就足够了，这样更容易控制天下。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，将天下划分为36郡，后增至40余郡，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管理体系，全面推行郡县制。李斯的伟大在于他不仅提出构想，更以超凡的行政执行力将蓝图化为现实。推行郡县制绝非一纸诏令那般简单，它意味着要打破延续千年的分封传统，触动无数宗室贵族的既得利益。李斯主持构建了一套由中央3公9卿直达地方郡守、县令、乡瑟夫、里正的垂直管理体系。地方官每年向中央汇报户口、垦田、钱谷等数据，以此来严密控制地方，并通过严格的律法考核和监察制度，如派遣御史，确保政令畅通。这套官僚机器的高效运转，使中央集权成为可能，避免国家再次陷入分裂割据，其影响深远，为此后2000年的中国历代王朝所基本沿袭，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基石。除了确立郡县制，李斯还协助秦始皇进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、规范制度的伟大改革。在书同文方面，李斯的贡献亦不止于创制小篆，他深知统一文字的关键在于教育和推广。他与赵高、胡无敬分别编纂的《仓颉篇》《元历篇》《博学篇》既是字书，也是启蒙课本，通过行政力量强制在全国范围内，特别是官吏群体中推行。这不仅是为了公文往来便利，更深层的目的是摧灭文章，以于黔首，从根本上消除以古非今的思想载体，实现严轨语法、以吏为师的思想控制。度同衡，车同轨同样如此，其标准期由中央监制，分发至各地，每年需严格校验。这些措施共同编织成一张巨网，将原本散漫的6国之地，从经济、文化、交通到政治，彻底融为一个整体。李斯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帝国工程师。这些举措无论其初衷如何，在客观上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凝聚，功在千秋。然而，在辉煌的功业之下，李斯性格中务实乃至冷酷的一面，以及其思想中服务于绝对专制的内核，也促使他参与主导了文化史上的浩劫。公元前213年，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，博士淳于越再次提出分封制的建议，并告诫事不尸骨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。李斯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驳斥，他认为时代不同，治理方法也不能固守古制。进而，他将矛指向了私学的盛行，认为诸生们不识今而学古，已非当世，祸乱前手，批评政府颁布的法令制度。为了彻底杜绝这种标新立异的思想，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和法家思想的统治地位，他提出了极端的主张，除秦记、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外，民间所藏诗、书及百家语，一律限期送交官府烧毁，有敢私下讨论诗、书者处死，以古非今者灭族，禁止私学，欲学法令者要以吏为师。秦始皇批准了这项建议，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。而次年又发生了更为残酷的坑儒事件，起因是方士侯生、卢生替秦始皇求仙药不成，反而讥讽始皇刚愎专断后逃亡。始皇闻之大怒，迁怒于在京的方士与儒生，
以妖言以乱前手的罪名下令御史案问，将其中460余人坑杀于咸阳。焚书源于李斯的主动提议，其目标明确，手段制度化，而坑儒则更多源于始皇个人对方式欺骗和儒生非议的愤怒，带有更强的情绪性和惩戒性。《史记》中并未明确记载李斯在此事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，这使其与焚书事件的性质有所不同。但作为丞相，李斯默许乃至执行了这项暴政，其法家思想中排斥意见、强化思想控制的本质，与始皇的暴行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脉相承的。这些做法虽然旨在统一思想、巩固统治，但其手段之酷烈，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人才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，也成为了李斯和秦始皇永远无法洗刷的历史污点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在第5次东巡途中病逝于沙丘宫。一代帝王的猝然离世，使得潜藏的权力野心获得了滋长的缝隙，也将丞相李斯推到了命运最为关键的转折点。当时担任中车府令兼掌皇帝玺印的赵高，深知扶苏与大将蒙恬相交甚厚，若其继位，自己的权势必将不保。于是他首先说服秦始皇的幼子胡亥图谋大位，紧接着便将目光投向了最关键的人物丞相李斯。赵高对李斯的游说堪称一场洞察人性弱点的心理博弈。他直截了当地向李斯挑明，始皇遗诏指定扶苏继位，而扶苏一向倚重蒙恬，一旦登基，蒙恬必将取代李斯的丞相之位。赵高以利相诱，以害相胁，直言天下权柄，存亡皆系于你我一念之间。李斯起初严辞拒绝，斥之为亡国之论，是要恪守臣节。但赵高精准地抓住李斯内心深处对权位的执念，接连发问：您的才能、功绩、谋略、人望，以及与扶苏的亲近程度，比之蒙恬如何？李斯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都不及蒙恬。赵高于是得出结论：扶苏即位，蒙恬必代其为相，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。在这一刻，李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内心挣扎。他何尝不知矫诏篡位是灭族之罪？何尝不知扶苏仁厚贤明，若能继位，或可修正秦法的严苛，延续帝国的命脉？但他更无法舍弃耗费毕生心血才获得的丞相之位和滔天权柄。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苍中高位是如此诱人，又如此脆弱，他根本无法承受失去他的代价。最终，对权位的贪恋压倒了对原则的忠诚。他仰天长叹，生逢乱世，既然不能以死尽忠，我的命运又将托付何处？于是他选择了与赵高同流合污。三人暗中勾结，密不发丧，篡改始皇遗诏，立胡亥为太子，并伪造诏书赐死远在上郡的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。扶苏接到诏书后弃而自刎，蒙恬被囚禁后亦被迫服毒身亡。沙丘之谋就这样得逞了。胡亥返回咸阳后继位，是为秦二世。李斯虽然保住了丞相之位，却也亲手为自己和帝国的棺材钉上了第一颗，也是最致命的一颗钉子。秦二世胡亥的残暴昏聩，叫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赵高的蛊惑下，他诛杀宗室大臣，继续大兴土木，修建阿房宫，推行严刑峻法，横征暴敛。很快，民怨沸腾，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，天下群起响应，烽火四起，强盛的秦帝国骤然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。李斯之子李由时任三川郡守，虽奋力抵抗起义军，却未能完全阻遏其攻势，
赵高趁机诬陷其与叛军私通，为攻击李斯提供了口实。而此时大权独揽的赵高，为了扫清专权的最后障碍，终于将矛头指向了昔日的盟友李斯。李斯深感危机，多次求见二世觐见，但二世身居宫中，沉眠享乐，拒不见他。赵高更是设下陷阱，特意在二世宴饮正酣时让李斯前来求见，致使二世对李斯极为不满，认为他是故意扫兴。赵高趁机进谗，诬陷李斯因未能封王而心怀愿望，甚至诽谤李斯父子与起义军勾结，意图谋反。二世对赵高深信不疑，下令查办李斯。李斯被投入狱中，由赵高亲自审讯。在狱中，他受尽酷刑折磨，仍寄望于二世的醒悟，写下了辩白的奏书，但这些书信都被赵高扣押。赵高派门客10余人，假扮成御史、业者、侍中等官员，轮番审讯李斯。每当李斯以实情相告，申述冤屈，便遭到更残酷的拷打。久而久之后，当二世真正派来使者核实供词时，李斯已不敢再翻供，只得认罪。最终他被判处极刑，先受情面、割鼻、断指、吃打之刑，最后腰斩于咸阳街市，其尸身被枭首示众，并夷灭3族。这一年是公元前208年，秦22年。临行前，李斯与次子一同被押赴刑场。他回首自己的一生，从一介布衣到位极人臣，在沦为阶下之囚，不禁老泪纵横。他对儿子说出了那句千古流传的悲叹：我现在还想和你一起牵着黄狗，从上蔡东门出去追逐野兔，难道还可能吗？这一刻，什么仓鼠之尊，什么丞相权柄，都化为过眼云烟。他毕生追求并最终为之丧命的粮仓，原来不过是镜花水月。他最怀念的，竟是当年在上蔡担任小吏时那段简单而自由的时光。这最后的黄泉之叹，道尽了一生功利算计的荒唐与悲凉。李斯的一生从来不是简单的复杂悲剧，而是一部刻满战国末年世人生存困境与权力异化的史诗，是一面照见人性弱点与制度缺陷的历史棱镜。作为法家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巅峰人物，李斯的智慧从来不止于谋略。他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时，并非被动执行命令，而是以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，为秦帝国构建了从军事征服到制度统一的完整路径。废分封设郡县，是打破贵族世袭，建立中央集权的制度根基，让大一统从地理概念升华为政治体系，统一文字度量衡，是消解地域隔阂，塑造民族认同的文化纽带，让天下共主从权力象征沉淀为文明共识。这些举措不是孤立的政策，而是一套重塑中国政治文明格局的系统性工程，其影响穿越了2000年王朝更迭，至今仍在我们的制度基因中留有印记。而谏逐客书更非单纯的谏言，文中王者不确众数，故能明其德的论述，既驳斥了狭隘的地域偏见，更暗含着以天下之才治天下的治国理念，其文字间的逻辑力量与格局气象，让它超越了时代局限，成为中国政治哲学与文学史上双重不朽的经典。可正是这样一位本该以不朽名士的人物，最终却栽在了自己亲手构建的价值观陷阱里。他早年测述仓鼠论的窥探，看似是对命运的清醒洞察，实则早已埋下了功利主义的种子。在他眼中，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坚守道义，而在于所处之地的尊卑；成功的标准不在于造福苍生，而在于权位的稳固。
这种价值观在秦国崛起的上升期，尚能与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同频，可当秦始皇病逝，权力出现真空时，潜藏的危机瞬间爆发。沙丘之变中，李斯的妥协绝非一时糊涂，而是他一生功利逻辑的必然结果。他不是看不到赵高的奸佞，也不是不明白扶苏继位对秦帝国的意义。扶苏虽与秦始皇政见不同，却兼具人心与治国远见，若能登基，或许能修正秦朝严刑峻法的弊端，为帝国注入宽仁的基因。他更不是不清楚与赵高合作的风险，可他最恐惧的从来不是帝国崩塌，而是失去自己苦心经营数十年的相位，是沦为新君执政后客卿被排挤的牺牲品。于是他选择背弃对秦始皇的知遇之恩，背弃对天下苍生的责任，用篡改遗诏的方式，亲手将自己毕生参与构建的帝国推向了悬崖。更具悲剧性的是，李斯的堕落不仅毁灭了自己，更让他毕生追求的帝国长治久安化为泡影。他建立郡县制，本是为了避免分封制的分裂隐患，可他与赵高合谋引发的皇室内乱，却让中央集权制度沦为权臣专权的工具。他推动制度统一，本是为了巩固统一成果，可秦二世的暴政与赵高的乱政，却让百姓在严刑峻法下忍无可忍，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烽火。他是秦帝国的缔造者，用智慧搭建起帝国的骨架，又是帝国的埋葬者，用贪婪贮空了帝国的根基。这种自我矛盾的命运，比任何历史评价都更能凸显权力异化的可怕。当一个人将权位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时，即便拥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也会沦为权力的奴隶，甚至亲手摧毁自己曾经珍视的一切。司马迁评价李斯之6艺之规，不务明政，以补主上之缺，持绝路之众，讹顺苟合。这番话的深刻之处，不仅在于指出了他的过错，更点出了他的认知困境。他明明通晓儒家仁义礼智的内核，知晓治国需明正补缺的道理，却因放不下绝路之众，最终选择讹顺苟合。这不是能力的缺失，而是德行的崩塌；不是眼界的局限，而是格局的狭隘。李斯的故事从来都不是才华与德行失衡的简单警示，而是对所有追逐权力者的深刻叩问。当个人权位与国家大义冲突时，当眼前利益与长远发展对立时，当生存需求与道德底线碰撞时，该如何抉择？他用一生证明，才华是一把双刃剑，若没有德行的驾驭，只会成为自我毁灭的利器；权位是一座高台，若超越了原则的底线，终将沦为跌落深渊的跳板。而他的悲剧更戳中一个永恒的历史痛点，在精密的制度，若掌权者沦为权欲的奴隶，也终将让王朝重蹈齐王也呼焉的覆辙。这才是李斯留给后世最沉重也最珍贵的启示。